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呢，是我从工作室的另外一端搬过来，可以看得到，其实整个拍摄场景都变大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拍摄场景变大了，所以呢，我也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现有的这一套灯光方案，有一点不太够用了。我目前用着的呢，是在我8年前购买的神牛 SL1501代2盏，一盏呢是作为我的主光灯，另外一盏是我的头顶光。除此之外，还有一盏是神牛最近赞助我的 Apex 50R， 以及我后面的这一几些点缀光就没有了。现有的这一套灯光方案呢，不能够说不能够用，但是我觉得还不够理想。主要的问题是我目前的这个场景需要更大的功率来更好的去作为一个更好的灯光的这个组件，而150瓦的这个主灯明显是不太够用的，所以目前来说，我至少得有一盏300瓦的主灯，甚至还需要2盏。因此呢，我也在网上罗列了很久，看看有什么补光灯是适合我自己的。我也看了神牛，看了爱图仕，甚至是南光等等，但他们的售价不能够说是太贵，只能够说是我的能力不足于是乎呢，我就看到了一家品牌，也就是来自曼比利的这个300瓦的补光灯，到手价仅需要1555元，比起其他御三家的灯光明显是便宜了很多。那我现在就到手了，现在来开箱来看看它是怎么样的吧。而这一套箱子里面呢，首先有的就是一条非常长的这一个电源线，其实我没有注意去算大概有多少米。然后会有一套说明书，忘了说这一套曼比利的300瓦补光灯，它是支持 App 远程操控的，比起我之前8年前买的这个神牛 SL1501代明显是好了不少。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标准罩，以及灯本体没了。虽然它是一盏300瓦的灯，但是它的体积非常的小巧，甚至比我这盏150瓦的灯还要更加的小。它是怎么样做到的呢？而且外壳是铝合金的，其实整个材质看起来还算是挺不错。有一件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采用的这种 U 字形的这一个把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操作变换我们的这个补光灯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会比传统在底部进行调整会更加的理想一些。旁边这边的话，就是会有一个电源口，然后一个开关键，一个亮度跟一个色温，非常的简单。然后来的时候就再造就给了一个保护罩。打开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整个 LED 的面积是直接裸露出来的，并没有所谓的毛玻璃，所以扩上亮度的部分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担心。那我们现在来实测一下，看看它的操作是怎么样的啦。A few inches later， 还没开始用之前，我就注意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保容卡口，在接上标准罩过后，有一点点松。不是非常的紧实，所以在上一些比较大型的灯光附件的时候，有一定的隐患。但我觉得普通的，如果你是用90厘米的深抛，应该还算是能够足够应付的。但是再大一些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吃力，这点要特别注意。然后现在就是来看一下它的是挺亮的，然后这个是色温，最低3000，最高6500，6500挺白的了。然后双色温的设定，噪音的部分我个人觉得还行，甚至我把灯放在这边，它的噪音都没有远在我这盏主灯的那么明显，所以也比较适合自媒体使用。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那一个
App 好了，我先去下载一下。好，现在我已经使用它的这个 App， 也通过蓝牙连接了这一盏 CFL300VI 的这盏灯。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 APP 上面我已经看到了它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当我在 APP 里面调整好我要的亮度或者是色温，然后我退出再进去，它会回到默认的 4700K 加 50% 亮度的这个设定。当然这个默认的设置它不会点击过后它不会直接套用到在你的灯上面，但你一拖拽这个设定的时候，它才会马上的影响灯的这个设定。它除了双色模的模式以外，它能够通过 App 来进行这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些特效的这些照亮。但唯一的缺陷就是它不能够通过 App 来展示目前这盏灯在运作时的那个状态是多少的，你只能够自行的去判断现阶段你需要给这盏灯用在多少的这个亮度。我个人是觉得这一个使用体验还有很大的加强空间，比我想象中的是稍微的弱了一点点。可能是我不理解这个 App 它的操作逻辑是怎么样，可能它可以，是我没有足够的去了解。但在我简单的使用的这个条件来说的话，我觉得在这部分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空间。Anyway， 1550元的这个售价，还算是能够接受吧。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整个灯的牢固性还算是挺不错的。我并不是专业去评测这些摄影灯的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展示它现阶段在我这一边实测它的这个亮度、照度有多少，这些大家每一次会在很多补光灯评测上面看到的那种照度评测，我就不做了。我只能够说，我可能会用这一盏一阵子，然后大家可能在之后的视频也会先看到我使用这盏灯过后跟之前的有多少的落差。如果我用的不错的话，我应该会再买多一个顶灯来替换成多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300瓦。当然，如果它不好用的话，我一定会换。那我换了过后呢，就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把它给换掉。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之后会不会有这一部分的更新。好，那这一次有关于曼比利 CFL300VI 补光灯的简单开箱上手体验就到此为止了，是有点简单，但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I don't know。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形式的话，也欢迎让我知道。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还没关注频道的朋友也不妨点击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